急着回家，因为心已留在那人身边。这句话看似平淡，却像一把藏在微笑里的刀，轻轻一划，痛却深入骨髓。有些人离开时没有哭，没有挽留，只留下一个微笑和一句淡淡的解释。而听到的那个人，也许当下没反应，但夜深人静时，泪却止不住。因为那句话不只是温柔，而是一种无法再靠近的距离感。他不急着回家，不是因为他有多潇洒，而是因为他早已把家的意义寄托在某个人身上。当那个人不在时，再回去的每一步都是空的。人最怕的不是分离本身，而是分离后心还留在原地。我们常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但对于真心喜欢过的人，哪怕过去多年，那份留恋仍藏在记忆深处，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。其实那不是懒，也不是不舍离开，而是他已经找不到真正的归宿了。家是心安的地方，可当一个人把心交出去之后，他的家就不再是房间、床铺或故乡，而是那个让他牵挂的人。他可能在街头徘徊，在地铁里发呆，在手机屏幕前反复看那个人的聊天记录。他知道自己该走，该忘，该重新开始，可心不听话。心留在那人身边，所以身体走不远，灵魂也走不快。有时候，一段感情的结束，不是因为不爱了，而是因为无法再继续爱下去。就像风停了，船却还想往前走；就像灯灭了，眼睛还习惯望向那盏灯的位置。他不急着回家，因为他的家早已变成了那个人的背影。爱情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语言，一个眼神，一句问候，一个笑容，就足以让人沦陷。他不是不想回家，而是怕回家太快，就意味着真正的结束。在人群中，他看似平静，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。那个人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都在他脑海里回放。别人以为他已经放下，可他知道，自己只是学会了带着心碎生活。那个人成了他灵魂的方向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自觉地朝那个方向望去。爱情的力量，就是让人心甘情愿地被牵引，被思念，被折磨。他不需要太多理由，只因为那个人存在过，就足够让他忘不掉。有人说，时间会改变一切，但对于真心动过的人，时间只是让他们学会更安静的思念。他之所以心还留在那里，不是因为不理智，而是因为那个人早已融入了他的生活细节。比如某首歌、某条街、某种味道、某句对白，都让他想到那个人。他努力工作，努力社交，努力假装快乐，但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：他的心还没回来。有些习惯一旦形成，就难以改变。就像每天睡前都会想起对方，就像看到下雨天会忍不住回忆起曾经共撑一把伞的画面。那不是矫情，而是爱的余温还没散去。爱到极致，不是拥有，而是无法忘记。有些人不在了，却比在的时候更清晰。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，都能让人破防。他不急着回家，是因为家里没有那个人的气息。当他推开门，只剩寂静与冷气迎面而来。他甚至会对空气说话，对影子微笑，对回忆妥协。那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牵挂。他知道那个人不会回来，可心却一再回头。有时候最难放下的，不是那个人，而是曾经那个深爱对方的自己。有些人不走，不是因为不能走，而是因为他们在等。等一个解释，等一句挽留，等一个也许。他也许每天都告诉自己，今天要放下。但夜深时，他仍盯着那个人的头像，等着那句你还好吗？这一等，也许是几天，也许是一辈子。等待是爱情最残忍的温柔，它让人看到希望，又一遍遍地失望。可他仍愿意，因为心还在那里。他不急着回家，因为在等一个不可能的奇迹。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也足以支撑他继续走下去。世界上最动人的爱情，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，而是静静无声的守护。他或许知道，那个人不会再属于自己，可他仍然希望对方幸福，哪怕幸福里没有他。
这种无声的祝福正是最深的爱。他把思念藏在笑容里，把泪水藏在夜里，把那份情藏进一声轻轻的叹息中。他不需要结果，只希望那个人偶尔也能想起，曾经有一个人为我停留过这么久。时间久了，他终于明白，放下不是把对方从记忆里抹去，而是学会在没有对方的日子里依然温柔地活着。他开始习惯一个人走路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看电影。孤独不再是痛，而是一种平静的力量。当别人提起那个人时，他不再逃避，也不再心痛。他微笑着说，希望他过得好。那一刻，他是真的放下了。心曾留在那人身边，如今虽然回来了一半，但那份温柔已成为他的一部分。他学会了，不管世界多冷，也要让自己的心继续温暖。爱过的人不会白费，每一次心动都是成长。他终于懂了，真正的勇敢不是忘掉谁，而是敢于带着伤继续前行。他开始重新定义家。家不仅是一个地方，更是一种心境。只要心安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是归途。他不再逃避思念，而是让它成为温柔的回忆。那些曾经让他破防的话，如今成了提醒他珍惜当下的力量。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，但那段路足以温暖一生。他终于回了家，不是因为忘记，而是因为学会了把那份爱放在心底。那个人仍在记忆里微笑，而他也终于学会了笑着想起他。这就是成长，从他不急着回家，到他终于能回家。新的归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平和与释然。他不急着回家，并非仅仅是迷惘或不舍，而是一种对曾经仪式感的固守。所谓仪式感，并不只是偶尔的浪漫，而是日常里那种被对方赋予意义的小动作。早安的第一条信息，下班时一起吃的那道菜，在雨中并肩走过的那段街。失去这些之后，生活像被拆散的拼图，虽有形状，却缺了连接它们的那一片。他每天徘徊于熟悉与陌生之间，反复走回那条曾经一起走过的路，仿佛只要踏对一次，记忆就能被拼起来。可现实不会按心愿来排练。守住仪式感，还意味着守住内心对美好回忆的尊重。他不愿轻易抹去那些细微却真实的感受，那是曾经真切的存在证明。因此，他选择在夜色里慢慢沉淀，不急着把身体带回空屋，因为若匆忙归队，曾经那些柔软的仪式将变成突兀的空白。留在那人身边的心，是在为记忆举行一场无声的葬礼与祭奠，既怀念也感谢。这份执着看似消耗，实则是一种内在修复的过程。通过反复回忆与默默守候，他在试图把失落的碎片缝合成一种新的、温和的自我认知。我曾经这样爱过，也曾被这样爱过。若最终不得不放手，至少可以带着对那段关系的敬意，流着平静的泪离去。观众会被这种细腻而带着仪式感的守候打动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无法被替代的习惯与小确幸。正是这些小事，把两个人的生命交织成独一无二的篇章。即使结局未必圆满，守住仪式感的人，至少保留了对爱的尊严。有人把放手当成失败，有人把执着当成软弱。但他不同，他把留念视作一种修行，一种把爱转化为自我成长的方式。心还留在那里，不是停滞，而是在学习如何把对方化为内心的力量。这门修行并不热闹，也不张扬，它表现为日复一日的自我提醒，学会体谅，学会宽容，学会在孤独中与自己对话。他会把曾经的争吵反复拆解，审视自己的不足，把对方的好再三记住，学着把美好刻进性格里。这样的过程虽然带着疼痛，却使他愈发成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学会了把对方的幸福放在优先位置，哪怕那幸福与自己无关。这种超越占有欲的爱，实际上是对自我的一种锻炼，学会在不拥有的情况下，仍能真诚的祝福。观众之所以被打动，是因为这种温柔的自律具有普遍性。
每个人在爱情中都可能迷失，也都需要一种方式把失落转化为成长的资源。